女人突然诧异地发现，柜子里竟闪烁出奇特的光芒，紧接着刚才被扔下海里的男孩却安然无恙地从里面爬了出来。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令在场所有人全都惊掉了下巴。可由于不清楚事情的缘由，他们把男孩视为不祥之物，再次将他锁进了柜子里。然而丽莎却不忍看着男孩受罪，便不顾众人劝阻，想要打开柜门。为了阻止他的行为，一名船员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眼前的一切竟全都戛然而止，除了丽莎之外的所有人都被定格在了原地。片刻后才意识到男孩还在柜子里，他转身打开了柜门，询问是不是他手中的金字塔将空间凝结，可对方却再次沉默，只是拉着他的手离开了这里。两人在走廊上看到乘客们像是中了邪一般，踏着整齐的步伐朝着甲板上走去，无论别人怎么喊都完全听不见，接着竟前仆后继地跳进了海里。两人回到房间后，丽莎提出了疑问，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此时男孩终于说话了， I can't tell you. You'll have to ask the creator. 然后打开房间里的暗格，男孩先走了下去，并示意他跟上。丽莎看着他拿出了一只甲虫，甲虫朝着一面墙走去，原本贴满瓷砖的墙壁竟变成一扇门，男孩渐渐消失在门里。看到这一幕，丽莎也紧随其后，这才发现是一个很长的通道，通道的尽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他鼓起勇气朝着尽头走去。一转身，男孩却不见了踪影，只看到了一个十字架做的墓碑，在墓碑后面是一座巨大的城堡。此时船上的杰克正在走廊里飞奔，他也来到了丽莎的房间，看到暗格被打开，他生气地爆了句粗口，迅速地进入到暗格里，用手中的设备随意拨弄几下，墙壁也变成一个通道。他从尽头出来后，一眼就看到男孩正站在墓碑前，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早就认识了，而且两人正在阻止这艘船沉没。杰克担心男孩现在把丽莎带到这里会被一个神秘人看到，从而导致计划失败，可男孩却因为丽莎不记得他而觉得很失落。杰克安慰了男孩，并且让他先待在这里，然后自己回到船上，慌忙地打开了一扇铁门，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电路板。他拿出设备正在调试电路板，却被后面跟来的船员偷袭，对方以为他正在破坏轮船，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关键时刻，杰克按下了设备上的按钮，船员像是失了魂一样瘫软在地。而在另一边，丽莎已经来到了那座巨大的城堡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她顺着若有若无的记忆来到一间房外，打开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椅子。就在她看着椅子入神时，她的父亲从背后出现，父亲的手里拿着一个针管。丽莎质问父亲哥哥去了哪里，是不是因为哥哥看到了他在船上的所作所为，所以才把哥哥关了起来。就在这时，灯光闪烁过后，父亲竟然凭空消失了。紧接着两个护工把他绑在椅子上，并给他注射了黑色的液体。等丽莎再次醒来时，他已经回到了房间里。他立刻找到船长马特，将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 kind of experiment. My father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r. He's obsessed with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and all its functions.He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owning a fleet of ships. I'm sure he did something to these ships to study the passengers on board. 就在这时，桌子上居然出现了一只甲虫。丽莎把甲虫拿在手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马特房间里的暗格。她将甲虫放在地上，对方居然像穿过水面一样穿过了墙壁。紧接着，一个通道再次出现，丽莎和马特来到了通道的尽头。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马特惊呼不可能，因为这栋别墅正是自己的家。不过此时已经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但是仔细想想，船的体积怎么可能装得下整个树林？两人回到船上后，丽莎开始怀疑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否是真实的。另外一边，杰克还在主板前不停地尝试着连接设备。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整艘船都失去了动力，但是这也让船上的人恢复了理智，他们不再相继跳海。可尽管如此，现在整艘船剩下的人也寥寥无几。然而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丽莎的父亲正在看着这一切。此时他收到了一封贝鲁斯计划的警报，看来在现存的船员中有内鬼。本来1400多号人的船上，现在只剩下寥寥数十人，而且因为杰克的操作，导致轮船失去了动力。这时船长马特制定了一个计划，他将剩下的人分成4组，第一组由弗兰斯和奥莱克几人前往引擎室，重新启动引擎，我们简称为引擎组。第二组2位神父和副船长待在驾驶室，继续向外发送求救信号，我们简称为求救组。第3组去船上的其他角落搜寻幸存者，我们简称为搜寻组。第4组则去寻找男孩的下落，由马特和丽莎负责，我们简称为寻找男孩组。任务分配完毕后，大家开始朝着目的地走去，但是穿过走廊时，却看到天花板上出现了神秘物质。就在有人想要触摸时，却被杰克言辞阻止。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引擎组的几人相互配合，一批人负责运送煤炭，另一批则负责将其加入蒸汽炉。很快，随着照明灯闪烁，这艘船也恢复了动力。求救组几人还在不停地向外发送信号。
这时副船长突然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驾驶室，刚离开没多久，船就恢复了动力。剩下的2位神父没有驾驶经验，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船只，于是准备临时抱佛脚。他们拿出了驾驶室的操作手册，结果却发现手册里全都只写着一行字：希望你的咖啡在限时生效前先起作用。两人看着这句话都是一脸懵逼。与此同时，副船长来到酒吧的柜子前，钻进柜子里，随着一道亮光过后，副船长居然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里。他向丽莎的父亲汇报情况，原来他就是那个内鬼。丽莎的父亲嘱咐副船长尽快找到男孩，他手中的金字塔对于这个项目至关重要。 People are oblivious to reality. They only see what they want to see. Imprisoned by their mind's restrictions. 随后副船长就离开了这里。搜寻组在船上走遍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幸存者。但绿衣女人却注意到了窗户上长出的神秘物质，她惊讶地看着随意伸缩的物质，好奇心驱使她用手去触摸，瞬间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在灯光下才看清她的手开始慢慢变黑。现在只剩下寻找男孩组，最后一次看到男孩是在丽莎房间的暗格里，所以两人再次来到了暗格。穿过暗格里长长的通道从尽头出来，马特正在适应眼前的一切。丽莎认为男孩就在远处的城堡里，于是两人朝着城堡里走去。在丽莎的带领下，又来到了熟悉的1011号房，但是房间里四面全是墙壁和窗户，完全看不到男孩的身影。马特尝试打开窗户，却发现窗户外面居然是船体。丽莎此时也有了灵感，她来到墙壁前抚摸着墙壁，这才发现这些墙壁都只是木板，用力拆开后映入眼帘的也是船体。现在看来，这偌大的城堡都是属于船体的一部分。他们继续去其他房间寻找男孩的下落，结果仍一无所获，但却发现本来出现在船上的神秘物质已经蔓延到了这里。就在丽莎准备触摸神秘物质时，杰克赶来阻止了她。他的出现让两人瞬间起了戒心。马特用枪指着他，从杰克的讲述中得知，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丽莎和他其实早就认识了，只不过丽莎又把他忘了。I'm not gonna let this happen again. I'm not gonna leave you again. 杰克突然回身打掉了马特的枪，然后又拿出设备随意拨弄了几下，在对方再次扑向他前，将其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时丽莎捡起了地上的枪，质问杰克把马特送到哪里去了。杰克却说出了让他震惊的话。 Stop Harry talking, Zillow. 丽莎对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记忆，她认为杰克是在欺骗自己，于是就把他关了起来，自己则匆匆离开了这个城堡。她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并且这个世界是由她父亲操控的，所以不停地大喊着父亲的名字，质问他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然而身边除了呼啸而过的风，再没有其他声音，于是便愤怒地把手枪扔了出去。没想到竟砸到了一块玻璃墙壁，他走上前仔细观察，发现空间之间居然有缝隙，顺着缝隙用尽全力把这块空间掀开，居然撕下来一块显示器，但是在显示器的后面依然是船体，而杰克被丽莎锁在房间里，正门走不通，便拿起钢棍撬开了窗外的船体。只见里面线路错综复杂，他顺着线路之间狭小的空隙朝着前面走去，没多久就看到了一扇门，打开后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前有一口井，他观察了四周，然后跳入了井里，里面还是一个布满线路的通道，顺着通道来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突然面前的空间像是卡了 bug 一样，闪烁了几下，他意识到那是一个铁门，尝试将铁门打开后又出现了一个通道。不知过了多久，他从通道的另外一端出来，径直跑到了一个十字架墓碑前，他掀开了墓碑下面的棺材，这才看清楚原来棺材只是一个入口，棺材下面是一个小房间，男孩就藏在这里。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原来小男孩是杰克和丽莎的孩子。男孩强调一定要救出妈妈，让循环结束，但前提条件是要先找到密码。说罢，杰克便离开了这里，准备前去寻找丽莎。此时的丽莎已经回到了船上，但是海面上却出现了风暴，风暴的威力很快就会把这艘船掀翻。于是丽莎准备去寻找马特，但对方此时不知道被杰克传送到了哪里，他只好先进入马特房间的暗格尝试寻找。进入暗格里后，看到马特家的灯居然亮了起来，他以为对方就在里面，走进亮着灯的房间，却只看到了马特已经死去的老婆。他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完全就像个机器人。丽莎只好匆忙离开。从马特的房间出来后，正好看到隔壁杰克的房间，他回想起杰克跟他说的话，决定前往他的房间里寻找答案。他进入了杰克房间的暗格，暗格后面是一间房子，看着房间里床头柜上的照片，他这才相信自己果然已经和杰克结婚，而男孩就是两人的孩子。他在椅子上呆呆地坐着，尝试回忆过去。就在这时，杰克找到了他，丽莎这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 This isn't real. This is a simulation. 他们的航行只是一次模拟，每次模拟会经历8天，现在模拟已经运行过几十次了，没有任何一艘船成功抵达目的地。距离这次模拟结束还剩下21分钟，两人迅速回到了船上。如果想要终止循环，就要找到密码，
而那个密码正是丽莎项链里的钥匙。只要将钥匙插进男孩手中金字塔的锁孔里，丽莎就可以从模拟里脱身。两人准备再次穿过暗格去寻找男孩，却发现暗格已经消失了。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话外音 You come far this time. Nevertheless, you fail. Again. 丽莎的父亲宣布他们已经失败，因为关键道具在男孩手中，而此时男孩已经被副船长抓到了他的面前，金字塔也落到了丽莎父亲的手中。此时的轮船正在被吸入一个漩涡，但它并没有被吸入海底，而是从另外一片海域出现。这里停靠着前几十次模拟所使用的船，众人纷纷来到了甲板上，朝着隔壁的船看去。没想到马特就在隔壁的船上，还剩下21分钟，这个模拟世界即将毁灭。当众人知道他们只是模拟程序，都一脸不可置信，难以接受自己只是程序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己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一起去找离开船的出口。此时丽莎拿出了那把钥匙，她认为这把钥匙的作用就是带领大家离开这个模拟世界，但光有钥匙没用，还要先找到金字塔。她只好再次进入暗格里，不料她自己房间的暗格已经消失了，便只好来到隔壁杰克的房间碰碰运气。没想到他房间里的暗格居然还在，他和马特一起进入到暗格里的房间。丽莎根据先前的经验，知道这里的墙后面都藏着秘密，于是就撕开了木板做的墙壁，一条通道出现在两人面前。顺着通道，他们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眼前正是熟悉的城堡。两人进入城堡里寻找金字塔的线索，没想到副船长也紧随其后出现，他拨弄手中的设备，马特就瞬间失去了意识。随后丽莎也被带到了父亲面前，他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把他困在这种模拟程序里，父亲却只是向他索要钥匙。得到钥匙后，拨动手中的设备，房间瞬间发生变化。随后丽莎被绑在椅子上，并被注射了一支黑色的药剂。没多久，丽莎就失去了意识，而她父亲得到了钥匙和金字塔，现在就可以使用它们脱离模拟回归现实。他将钥匙插进金字塔，等待着自己清醒，然而却什么也没发生，这才意识到有人修改了模拟程序的代码。就在这时，轮船开始快速分解，船上的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湮灭一点点发生，随后整个海面完全被分解。而这时丽莎却醒了过来，此时的她依然困在模拟程序中。她起身看着眼前，只见天空射下来一道光，正好照在一座墓碑上。她知道那是某种指引，便跟着光来到一个房间，随后杰克也跟着到来。夫妻两人再次相遇，立刻将对方拥入怀中。杰克拿出了一个彩色的金字塔，让丽莎把手中的戒指放在上面，原来是他修改了模拟程序的代码，将初始的金字塔和钥匙的功能转移到了这个彩色的金字塔上，而丽莎的戒指就成了新的钥匙。当戒指放在金字塔上后，一切终于被他们彻底结束。丽莎从现实中醒来，发现周围全是贝鲁斯号上的同伴，但此时他们仍被困在虚拟世界里，而透过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竟是一片浩瀚的星空。原来所有人都身处在一艘宇宙飞船里。还不等丽莎搞清楚状况，身后又响起了一阵提示音。她小心翼翼地走到电脑前，发现上面贴着一张字条。Then the loud sound it seemed to fade, came back like a slow voice on a wave of fate. That one no DJ, that was 至此，本季结束。按照美剧一贯的尿性，很多未填的坑，应该都是为下一季所埋的伏笔。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部作品见。